第一课，安排会议。嘿，安娜，你有时间吗？我需要安排一次会议。当然，约翰，我有空。会议是关于什么的？这是关于即将到来的项目截止日期。我认为团队讨论我们的进展和我们面临的任何挑战很重要。这听起来很有必要，约翰。你想何时安排会议？明天下午怎么样？下午2点左右。明天下午2点对我有用，约翰。我们可以预定会议室吗？是的，让我们预定一个可以容纳整个团队的会议室。我会处理的。太棒了！我们应该向所有人发出会议邀请吗？是的，那会很有帮助。我将起草会议邀请函，并附上议程和所有相关材料。完美，约翰。事先向团队提供必要的信息很重要，这样他们才能做好准备。当然，安娜，清晰的沟通和准备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会议的关键。我同意，约翰。他确保每个人都站在同一页面上，可以有效地做出贡献。我发出会议邀请后，会要求所有人确认出席。知道谁会到场很重要。这是个好主意，约翰。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相应的计划，并在需要时进行任何调整。没错，安娜，我们希望充分利用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确保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还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吗，约翰？我认为我们应该分配时间进行公开讨论，并解决团队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或疑虑。同意，约翰。创造一个开放和包容的环境可以鼓励协作并培养团队合作意识。我很高兴你这么想，安娜。对每个人来说，重要的是要感到被重视，乐于分享自己的想法。当然，约翰。通过促进开放沟通，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合作，克服任何障碍。我完全同意，安娜。我们作为一个团队的成功取决于我们协作和共同寻找解决方案的能力。说得好，约翰。我感谢你积极安排这次会议，确保我们步入正轨。谢谢你，安娜。我相信有效的沟通和定期检查是项目成功的关键。我完全同意，约翰。让我们让这次会议富有成效，更接近实现我们的项目目标。当然，安娜，在每个人的积极参与和参与下，我相信我们可以取得伟大的成就。我和你一样自信，约翰。我期待着这次会议的召开，并共同努力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谢谢你，安娜。非常感谢您对团队的支持和奉献，让我们让这次会议取得成功。不客气，约翰。我也致力于我们团队的成功。这是一次富有成效和富有成效的会议。为此干杯，安娜。让我们继续进行必要的安排。我会尽快发出会议邀请。
听起来不错，约翰。我将随时准备在会议期间做出贡献和合作。感谢你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我很高兴，安娜。我们齐心协力，感谢你们的支持。在会议上见。第二课，选择合适的铲子。安娜，我想买一把铲子，但我不确定哪一个最适合像我这样的初学者。有任何建议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约翰。我建议从一把尖尖的小型花园铲子开始。你为什么推荐一把小铲子，安娜？小型花园铲子重量轻且易于操作，非常适合初学者。尖头便于精确挖掘。我明白了，所以我会更容易控制和有效的使用，对吧？没错，约翰。较小的铲子将为您提供更高的控制力和精度，尤其是在狭窄的空间或植物周围工作时。这是有道理的。我不想在挖掘时意外损坏任何植物。当然，约翰，一把小铲子可以帮助你避免不必要的损坏，并确保你的园艺项目取得成功。我还应该考虑其他类型的铲子吗？好吧，有不同类型的铲子用于特定用途。我明白了。因此，这取决于我将在花园里完成的具体任务。是的，没错。重要的是要考虑你将要做的园艺工作类型，并选择符合这些要求的铲子。这是有道理的，安娜。我主要负责种花和蔬菜，所以现在一把小铲子应该足够了。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选择，约翰。随着您获得更多经验并承担不同的项目，您可以随时投资其他工具。确实如此。我想从简单开始，随着我的舒适度逐渐扩展我的园艺工具。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约翰。最好从必需品入手，然后根据您的需求和兴趣建立您的藏品。我很感激你的指导，安娜。有经验的人提供建议会很有帮助。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园艺可以是一种有意义和愉快的爱好，我很高兴你能开始做起。谢谢你，安娜。我很期待弄脏双手，创造一个漂亮的花园。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约翰。记得花点时间，享受这个过程，并在需要时毫不犹豫地寻求帮助。我会记住的，安娜。耐心和向他人学习是任何新努力成功的关键。当然，约翰，园艺是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总有一些新东西需要发现。我很高兴踏上这段园艺之旅，安娜。再次感谢您的宝贵建议。不客气，约翰。一路走来，我就是来支持你的。祝您园艺愉快，愿您的花园蓬勃发展。谢谢你，安娜。感谢您的支持和良好祝愿。这里是繁荣的花园和许多绿色的大拇指。
第3课，热门话题和个人想法。是的，这是最近的热门话题。你对此有何看法？好吧，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约翰。重要的是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这个问题，并考虑各种观点。我同意，安娜。进行尊重和有意义的讨论，对于更深入的了解该主题至关重要。当然，约翰，参与建设性对话使我们能够开阔视野，相互学习。那么，你个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安娜？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它发人深省且复杂，双方都有合理的论点，权衡利弊至关重要。我明白了，这绝对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需要仔细考虑。是的，约翰，在形成明智的意见之前，收集可靠的信息并进行批判性分析非常重要。我完全同意，安娜。至关重要的是要将我们的思想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情感或传闻。这是绝对正确的，约翰。事实和证据应指导我们的理解并塑造我们的视角。你有机会与其他人讨论这个话题吗，安娜？是的，我已经和朋友和同事进行了几次交谈，听到不同的观点并参与相互尊重的辩论，真是令人着迷。这听起来很有启发性，安娜。进行多样化的对话以拓宽我们的视野是很有价值的。我完全同意，约翰。它使我们能够挑战自己的信念并考虑其他观点。安娜，你推荐任何特定的资源或文章来进一步了解这个话题吗？有几个信誉良好的来源可以提供深入的分析和平衡的观点。我可以和你分享一些链接。那太棒了，安娜。我渴望收集更多信息并进一步教育自己。稍后我会把链接发给你，约翰。重要的是要依靠可靠的来源来确保信息的准确和可靠。谢谢你，安娜。感谢你帮助我找到可靠的资源。不客气，约翰。寻求知识并随时了解时事和热门话题总是有益的。确实，安娜。充分了解情况使我们能够积极参与有意义的讨论，为积极的变革做出贡献。当然，约翰，我们的想法和行动可以有所作为，首先要对眼前的问题有扎实的理解。我很感激我们的谈话，安娜。它激发了我更深入的研究这个话题，并参与更具启发性的讨论。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约翰。记住要以开放的心态进行讨论，尊重不同的观点。我会记住的，安娜。营造一个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倾听和尊重的环境非常重要。说得好，约翰。让我们继续共同学习和成长，拥抱知识和相互尊重的对话的力量。我完全同意，安娜。感谢您分享您的想法和见解，这确实是一次内容丰富的对话。
也谢谢你，约翰。我感谢你的开放态度和参与有意义对话的意愿，这是为了持续学习。为此干杯，安娜！让我们保持好奇心，抓住机会开阔视野。第4课，规划行程。别忘了计划行程，有许多地标和博物馆可供探索。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约翰。我一定要提前做好计划，以充分利用我的旅行。你平时是怎么计划行程的，安娜？我首先研究该地区的热门地标和博物馆，然后我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可用时间进行优先排序。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系统的方法，安娜。它有助于确保你不会错过必去的地方。当然，约翰，提前规划使我能够创建均衡的行程，充分利用我在新目的地的时间。您是否建议参观任何特别的地标或博物馆？这要看地点了，约翰，但是一些举世闻名的，包括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博物馆和斗兽场。这些确实是标志性的地标，安娜。我一定会把它们包括在我的行程中。不错的选择，约翰。别忘了为每个景点分配足够的时间，特别是如果你打算彻底探索它们。这是个好观点，安娜。匆忙穿过这些地标使我无法充分体会到它们的重要性。没错，约翰。慢慢来，让自己沉浸在历史和文化中，留下持久的回忆。除了著名的地标和博物馆外，还有什么人迹罕至的地方你推荐探索吗？当然，约翰。我总是喜欢在行程中加入一些隐藏的宝石。当地市场、公园和社区可以提供独特的体验。这听起来很有趣，安娜。探索城市或城镇中鲜为人知的方面总是令人着迷的。的确，约翰。探索当地景点可以让你一窥真正的文化并与当地人互动。安娜，你如何确保行程平衡且不会太拥挤？约翰，我尽量在必去的景点和休闲时间之间取得平衡。重要的是要为意想不到的发现和放松留出一定的灵活性。这是有道理的，安娜。在旅途中将计划好的活动和自发的时刻混合在一起是件好事。当然，约翰，均衡的行程可确保您获得难忘而愉快的体验，而不会感到不知所措。安娜，你有什么有效组织行程的秘诀吗？一个技巧是根据景点的位置对景点进行分组，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旅行时间，并允许您高效地探索附近的地方。这是一种实用的方法，安娜。它有助于优化在运输上花费的时间。另一个建议是考虑开放时间以及参观期间发生的任何特殊活动或展览，这有助于避免失望或错失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
安娜。了解任何特定时间的事件可以确保我能充分利用我的访问。最后，别忘了留出一些放松和休息的空间，约翰。重要的是要在不感到匆忙的情况下享受旅程。我会记住的，安娜。平衡探索和放松将使我的旅行更加愉快。我敢肯定会的，约翰。记得要保持灵活性，拥抱意想不到的时刻，这些时刻往往会留下最美好的回忆。感谢你分享你的见解和技巧，安娜。我现在感觉已经为有效规划行程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享受您的旅行，享受探索地标和博物馆的美好时光。感谢你的支持和良好的祝愿，安娜。我为等待我的冒险感到兴奋。安全旅行，约翰。愿您的行程充满不可思议的经历和难忘的时刻。谢谢你，安娜。我一定要充分利用它。直到下次。第5课，计划短途旅行。是的，我一直想去某个地方短途旅行。有什么建议吗？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约翰。根据您的喜好，有很多选择。你在寻找城市度假胜地还是自然度假胜地？我对两者都持开放态度，安娜。我想探索一个新地方，享受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的体验。参观附近拥有丰富历史和文化景点的城市，例如布拉格或巴塞罗那，怎么样？布拉格和巴塞罗那听起来都很有趣，安娜。我会调查一下，看看哪一个能引起我的共鸣。这是个好方法，约翰。研究每个目的地的亮点将帮助您做出明智的决定。除了布拉格和巴塞罗那，你还有其他城市推荐短途旅行吗？如果你喜欢建筑和充满活力的夜生活，阿姆斯特丹和柏林值得考虑。安娜，阿姆斯特丹和柏林听起来像是充满活力的城市，值得探索。我会将它们添加到我的可能性清单中。另一种选择可能是自然度假胜地，约翰。国家公园或沿海城镇提供宁静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这听起来也很吸引人，安娜。你有任何特别的自然度假胜地吗？参观苏格兰高地或意大利五渔村的沿海城镇怎么样？安娜，苏格兰高地和五渔村听起来都像风景如画的目的地。我会进一步研究它们。不错的选择，约翰。在做出决定时，记得考虑旅行时间、预算和可用活动等因素。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安娜。在计划行程时，我会确保将它们考虑在内。此外，还要考虑天气和游览所选目的地的最佳时间，约翰。它会极大地影响您的体验。这是个好观点，安娜。我将检查天气模式并选择最佳的参观时间。约翰，别忘了带上舒适的鞋子、旅行指南和相机等必需品，以捕捉你的回忆。我会记下来的，安娜。
为顺利愉快的旅行做好充分准备很重要。最后，保持开放的心态，拥抱冒险，约翰。短途旅行是探索新地方和创造持久回忆的好方法。我完全同意，安娜。我很高兴踏上这次短暂的旅行，让自己沉浸在新的环境中。我为你感到兴奋，约翰。享受您的旅程，充分利用您的空闲时间，安全旅行。谢谢你，安娜。您的建议和支持意义重大，我一定会度过一次难忘的旅行，直到我们再说话。第6课，一起做饭。结束了，我们可以一起做饭。完美。我会确保所有食材都准备好了。这听起来像个有趣的计划，约翰。你想为我们的烹饪课程准备什么菜？试试自制披萨怎么样？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浇头，并享受这个过程。自制披萨听起来很好吃，约翰。我很高兴能创造我们自己的定制口味。太棒了！让我们从准备面团开始。我们需要面粉、酵母、水、盐和少许橄榄油。我会帮你做面团的，约翰。仔细遵循食谱以获得正确的质地很重要。当然，安娜，我们将揉成面团直到它变得光滑有弹性，然后让它膨胀一会儿。当面团静置时，我们可以准备披萨酱。我们需要番茄、大蒜、罗勒和一些橄榄油。听起来不错，安娜。让我们切碎西红柿，将大蒜切碎，然后将它们与其他食材混合制成美味的酱汁。酱汁准备好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浇头了。你最喜欢的披萨配料是什么，约翰？我喜欢马苏里拉奶酪、意大利辣香肠、洋葱和甜椒的经典组合。你怎么样，安娜？我喜欢装满蔬菜的披萨，里面有蘑菇、橄榄、菠菜和羊乳酪。这是一种健康又美味的选择。不错的选择，安娜。我们可以准备各种浇头来满足我们的喜好。面团膨胀后，我们可以将其分成小部分，然后将其成型为披萨底料。没错，安娜。我们将铺开面团，加入酱汁和浇头，然后在热烤箱中烘烤。约翰，将烤箱预热至高温很重要，这样可以确保外壳酥脆。当然，安娜。我们希望我们的自制披萨在耐嚼和脆度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比萨饼烘烤时，我们可以准备新鲜的沙拉或一些大蒜面包作为配菜。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安娜。清爽的沙拉或大蒜面包可以很好的搭配披萨。一旦披萨变成金黄色并且奶酪融化了，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从烤箱里拿出来冷却一会儿。耐心是关键，安娜。很难抗拒诱人的香气，但我们不想烧舌头。最后，我们可以将披萨切成薄片，放在盘子里，然后享受我们的自制盛宴。
我等不及要深入研究了，安娜。一起做饭和分享一顿饭永远是一种特别的体验。的确，约翰，这是建立联系和创造回忆的绝佳方式。让我们品尝每一口。谢谢你成为我的烹饪伙伴，安娜。我很欣赏你在厨房的热情和技巧。这是我的荣幸，约翰。一起做饭永远是一种乐趣。为我们的自制披萨加油！干杯！这里有美味的食物、美好的陪伴，还有烹饪冒险的乐趣。第7课，诱人的素食选择。这听起来很诱人。这是素食选择吗？是的，确实如此。我今天为我们准备了美味的炒菜。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安娜。我正在尝试在饮食中加入更多的植物性膳食。这是个好方法，约翰。素食菜既有营养，又充满风味。你在炒菜时用了什么蔬菜，安娜？我用了五颜六色的甜椒、西兰花、胡萝卜和豌豆混合物，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组合。听起来很棒，安娜。我喜欢不同蔬菜带来的各种质地和口味。当然，约翰，要想制作一道全面的菜肴，一定要充分搭配蔬菜。你用过任何酱汁或调味料来增强味道吗？是的，我加了一种带有淡淡大蒜和生姜味的大豆酱，它使炒菜具有美味和芳香的味道。听起来很好吃，安娜。我喜欢酱油为菜肴带来的鲜味。的确，它增添了不错的风味深度。我还在上面撒了一些芝麻，以获得松脆的质地。芝麻是个不错的补充，安娜。它们不仅可以增加质感，还可以增加坚果味。当然，约翰，正是这些细微的触感可以提升菜肴的品味，让它变得更加美味。我完全同意，安娜。演示和对细节的关注可以使一顿饭更加诱人。如有实用建议，我们可以搭配蒸好的米饭或面条来享受炒菜的乐趣。米饭或面条听起来都很棒的伴奏，安娜。它们将补充炒菜的味道。如果你想加点热量，我们可以加一点辣椒片或细雨的 Sriracha 酱。我确实喜欢一点辣味，安娜。少许辣椒或辣椒肯定会为这道菜增添一抹刺激感。太棒了！我很高兴素食炒菜能吸引你，约翰。这是一种营养丰富且令人满意的选择。谢谢你考虑我的饮食偏好，安娜。我很感激你的体贴。不客气，约翰。重要的是要满足每个人的喜好，共同创造愉快的饭菜。确实，安娜。烹饪和共享膳食是交流和欣赏不同口味的绝佳方式。当然，约翰，食物有一种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方式。
让我们来品尝一下这个素食炒菜吧。我很期待，安娜，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这道美味佳肴的味道。祝你好胃口，约翰。愿这顿饭成为我们味蕾的愉悦盛宴。谢谢你，安娜，为美味的食物和探索素食选择的乐趣欢呼。第8课，购买门票。我们需要提前购买音乐会的门票吗？一点也不，约翰。我们可以去售票处或者在会场使用机器。这很方便，它为我们省去了提前购买门票的麻烦。是的，当场拿到门票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音乐会场地入口附近有售票亭吗？是的，通常入口旁边有一个售票亭，便于进入。这很方便，我们不必走太远就能买到门票。或者，一些场馆有自助售票机。自助服务机是如何工作的？您只需选择所需数量的门票，付款，然后机器发放门票。这听起来很简单，而且用户友好。是的，约翰。这些机器的设计易于使用，可提供流畅的购票体验。使用售票亭代替机器有什么好处吗？一个好处是，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帮助，可以在售票处与工作人员互动。这很有帮助，尤其是在我们有任何具体问题或需要指导时。此外，售票处可能接受不同的付款方式，包括现金。很高兴知道，它为付款选项提供了灵活性。但是，自助服务机通常也接受各种付款方式，包括信用卡。对于那些喜欢使用信用卡进行交易的人来说，这很方便。是的，它可以满足不同的喜好，使每个人的流程更加方便。总的来说，购买音乐会门票似乎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当然，约翰，无论我们选择售票处还是自助服务机，都应该不会很麻烦。让我们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到达会场购买门票并找到座位。同意，约翰。提前计划将确保音乐会体验顺畅愉快。这里可以毫不费力地购买门票，享受一场精彩的音乐会。为此干杯！愿我们有无缝的购票体验，在音乐会上度过难忘的时光。干杯！让我们拥抱现场音乐的刺激，珍惜音乐会期间留下的回忆。第9课，提高工作场所舒适度。是的，它为员工提供了更大的舒适度。你指的是什么方面？我说的是办公室的灵活座位选择，它使员工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地点。
这很有趣，安娜。那么，他们不局限于特定的办公桌或隔间吗？没错，约翰。办公室提供各种座位区，例如站立式办公桌、舒适的角落和协作空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它使员工能够找到适合其需求和偏好的工作空间。当然，约翰，有些人喜欢在工作时站立，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喜欢更轻松的座位安排。我明白这将如何有助于提高舒适度和生产力。在工作场所有选择很重要。它肯定能提高生产力，约翰。当员工可以选择工作地点时，他们会感到更有能力和动力。我同意，安娜。在工作空间中感到舒适可以对一个人的注意力和整体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而且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舒适度，办公室还优先考虑良好的照明和适当的人体工程学设计。良好的照明和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家具对于健康和有利的工作环境至关重要。当然，约翰，充足的照明可以减轻眼睛疲劳，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家具支持良好的姿势并减少不适感。很高兴看到公司投资于员工的福祉，它创造了一种积极的工作文化。当然，约翰，当员工感到被重视和关心时，他们更有可能对自己的工作投入和满意。我完全同意，安娜。这对员工和公司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页上，约翰。优先考虑员工的舒适度可以营造更加和谐和高效的工作场所。确实，安娜，舒适的工作环境可以促进创造力、协作和整体工作满意度。很高兴看到简单的变革可以对员工福祉产生积极影响。当然，安娜，这提醒人们，微小的调整可以大大改变人们的生活。看到各公司认识到员工舒适度的重要性并采取措施改善舒适度，这令人鼓舞。我希望更多的组织效仿，优先考虑员工的福祉。希望如此，约翰。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舒适和支持性的工作环境。我完全同意，安娜。以下是优先考虑员工舒适度并创造积极工作体验的工作场所。干杯！愿更多的组织接受工作场所舒适和幸福的价值。为此干杯！舒适的工作场所可以带来快乐和蓬勃发展的员工。第10课，基本清单。一定要先列出。我会写下我们旅行所需的必备物品。这是个好主意，约翰。拥有一份清单可以确保我们不会忘记任何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从基础开始。我们需要衣服、洗漱用品和旅行证件。当然，约翰，别忘了在旅行期间和任何特殊场合准备足够的服装。对，我会记下来的。
而且我们应该打包旅行装的洗漱用品，以节省行李中的空间。这是个明智的建议，约翰。使用旅行适配器为我们的设备充电也是一个好主意。好主意，我会把它添加到清单中。我们还应该带一台相机来捕捉我们的回忆。当然，约翰，相机对于记录我们的冒险经历和创造持久回忆至关重要。我们还应该为旅途准备一些零食，尤其是在长途旅行时。小吃是个好主意，约翰。它们将使我们在旅途中保持活力和满足感。我会在清单上添加零食，还有一个可再装的水瓶以保持水分。完美，保持水分很重要，尤其是在旅途中。我们还应根据目的地和我们计划的活动考虑任何具体项目。没错，约翰。如果我们要去远足，我们需要结实的鞋子和合适的户外装备。我会记下来研究目的地的天气和地形，以便相应的收拾行装。好主意。我们还应该为旅途带来一些娱乐活动，例如书籍或音乐。娱乐是必不可少的，安娜。它有助于打发时间，让我们在长途飞行或开车时保持娱乐。别忘了重要的文件，例如护照、身份证和任何必要的旅行签证。当然，安娜，在离开之前，我们应该仔细检查我们是否拥有所有必须的文件。最后，最好准备一个包含基本医疗用品的急救包，以防发生紧急情况。安全第一，安娜。我还将在清单中添加一个急救包。太棒了！有了这份清单，我们将为即将到来的旅行做好充分的准备。我很高兴我们积极主动，井井有条，这将使我们的旅程更加顺利。当然，约翰，做好准备可以减轻压力，使我们能够专注于享受旅行。我完全同意，安娜。这是一次精心策划且令人难忘的冒险之旅。干杯！愿我们的清单确保我们拥有美好旅行所需的一切。为此干杯！让我们把这次旅行变成一次看书的旅行，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第11课，做出决定。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有什么建议吗？好吧，首先，准备一份你考虑这个决定的原因清单。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安娜。写下利弊可以帮助澄清事情。当然，约翰，它使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优点和潜在的缺点。有了清单后，我该如何权衡每个因素的重要性？根据每个原因对您的重要性为其分配一个值或权重。这是有道理的。优先考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没错，约翰，它可以帮助您确定决策中真正重要的事情的优先顺序。
如果清单上的原因相互矛盾或看起来同样重要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请考虑每种选择的长期后果和潜在结果。那么，我应该考虑每个选项如何与我的目标和价值观保持一致。是的，约翰，你的目标和价值观应该指导你的决策过程。这是一个有用的观点，安娜。它为我提供了一个评估我的选择的框架。此外，向可以提供不同视角的可信朋友或导师寻求建议。说得好，安娜。有时候，外界的意见可以揭示我们可能忽视的事情。而且别忘了倾听你的直觉，有时你的直觉可以引导你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相信自己的直觉是我应该记住的事情。听我自己的话很重要。当然，约翰，你的直觉通常可以引导你做出正确的决定。一旦我收集了所有的信息和观点，我该如何做出最终选择？花点时间反思和考虑每种选择如何与你的价值观和长期目标保持一致。因此，这是关于找到感觉最真实且最符合我的身份的选项。没错，约翰，做出能在更深层次上引起你共鸣的决定通常是正确的选择。我很感激你的建议，安娜。这使我对如何做出这个决定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不客气，约翰。请记住，决策可能具有挑战性，但通过正确的流程，您将为自己做出最佳选择。谢谢你的指导，安娜。我现在对向前迈进更有信心了。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约翰。只要相信自己，一切都会准备就绪。确实，安娜，这是为了做出明智的决定，走上我们选择的道路。干杯！愿你的决定带领你踏上充实而有意义的未来旅程。为此干杯！我已经准备好清晰而坚定地做出这个决定了。第12课：艺术鉴赏。这是欣赏艺术和学习新事物的好方法。当然，约翰，艺术有一种吸引我们的感官和扩大我们理解的方式。我觉得艺术如何唤起不同的情感和解读令人着迷。这就是艺术之美，约翰。它以独特的方式与每个人说话。我喜欢探索不同的艺术形式，例如绘画、雕塑，甚至行为艺术。每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故事讲述。艺术家如何通过他们的创造性表达来传达信息和想法，真是太神奇了。艺术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挑战我们自己的思维。我同意，安娜。它鼓励我们质疑、欣赏和反思我们周围的美丽。艺术有办法超越语言障碍，使其成为一种通用语言。没错，安娜。
艺术可以交流和联系来自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们。它是增进理解和同理心的强大工具。我也很欣赏艺术如何反映其时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艺术捕捉历史时刻，可以记录文化演变。参观美术馆和博物馆提供了一种精心策划的体验，让自己沉浸在艺术中。它为以专注和沉思的方式参与艺术提供了空间。看到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并发现新的才华，让我感到鼓舞。这是一个接触不同艺术风格和技巧的机会。艺术可以激发我们自己的创造力，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激发新的想法。当然，约翰，它鼓励我们创造性的思考，探索我们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因此，让我们把欣赏艺术和探索它所提供的美作为重点。我同意，约翰，让我们把艺术当作灵感和个人成长的源泉。这里是为了感受艺术的乐趣以及它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性。为此干杯！愿我们的艺术之旅充满奇迹和发现。干杯！让我们踏上这场创造性的冒险之旅，让艺术丰富我们的灵魂。第13课：实惠的价格。那个型号的价格，是的，与其他产品相比，它的价格合理。很高兴听见，约翰。负担能力是许多人的重要因素。当然，安娜，找到物有所值的产品永远是一个加分项。重要的是要根据我们支付的价格来权衡功能和质量。我同意，安娜。有时更高的价格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的质量。没错，约翰。我们应该在不花很多钱的情况下寻找满足我们需求的产品。研究和比较价格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购买决定。重要的是要考虑耐用性、功能性和客户评论等因素。而且，为了获得最优惠的价格，还值得寻找折扣或促销活动。是的，利用销售或季节性优惠可以帮助我们省钱。另外，考虑产品的长期价值至关重要。这是个好观点，约翰。有时候，从长远来看，多花一点预付款可以为我们省钱。这是关于在质量和可负担性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并在做出购买决策时了解我们自己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当然，安娜，这是关于找到质量与合理价格的最佳地点。而且要注意我们的预算，同时仍要购买一款能为我们提供良好服务的产品。因此，在购买时，让我们始终将价格与其他重要因素一起考虑。我完全同意，约翰。让我们成为聪明的购物者，做出明智的选择。
这里是为了寻找价格合理、能给我们带来满足感和价值的产品。为此干杯！愿我们的购买始终符合我们的需求和预算。干杯！让我们以敏锐的眼光探索定价世界，做出明智的选择。第14课：宁静的小镇。我曾经去过一个风景如画的迷人小镇，太平静了。听起来很棒，约翰。小城镇通常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宁静。当然，安娜，逃离城市生活的喧嚣，令人耳目一新。我喜欢参观小城镇，探索它们隐藏的宝藏。我也是，安娜。生活的简单性和较慢的节奏有一些特别之处。你在那个小镇上有最喜欢的地方或景色吗？是的，有一条美丽的河流流经城镇，周围环绕着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这听起来很田园诗般，约翰。大自然有办法带来和平与宁静。沿着河岸漫步，感受宁静的气氛是一种乐趣。小城镇通常可以让人们一窥当地的文化和传统。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当然，安娜，我有机会与友好的当地人互动，了解他们的习俗。这是小城镇的优势之一，社区的热情好客。我完全同意，安娜。它营造了一种归属感和联系感。你在那个小镇上遇到过任何独特的地标或历史遗迹吗？是的，有一座迷人的老教堂，建筑精美，有着悠久的历史。探索历史遗迹可以让我们一窥该镇的过去及其意义。这就像时光倒流，欣赏这个地方的遗产。就当地美食而言，小城镇往往有隐藏的宝藏。你试过什么特别的吗？当然，安娜，我在舒适的当地餐厅里沉迷于美味的自制饭菜。这是游览小城镇的乐趣之一，正宗而丰盛的食物。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安娜。我希望将来能参观更多迷人的小城镇。我也有同样的感觉，约翰。小城镇的美丽和简约有办法吸引我们的心。这里是小城镇的宁静和魅力，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和平，创造持久的回忆。为此干杯！愿我们的旅程将我们带到更多风景如画的小城镇，让我们的灵魂充满宁静。干杯！让我们拥抱这些隐藏宝石的美丽，珍惜它们提供的宁静时光。